VR 是虚拟的，但体验是真实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，我是你老朋友翟老师。今天我们主要来聊聊两款玩家评分接近满分的 VR 篮球游戏，分别是 Gym Class 和 Blacktop Hoops。前者在 Metacritic 官方商店评分 4.9 分，34315次评分，9785次点评；后者在 Epic Lab 商店同样是接近满分的 4.9 分，在没有商店推广流量的支持下，也有10061次评分和5172次点评。这个成绩已经超越巴甫洛夫，成为目前 Epic Lab 商店最受欢迎和评分最高的游戏了。Gym Class 偏写实风格，主打物理效果的篮球模拟。最近也是得到 NBA 的官方授权 ，VR 玩家可以选择32支 NBA 球队的球场和球衣进行游玩。Blacktop Hoops 你可以看成是 VR 版结合篮球，有了更游戏化的操作方式和花样的扣篮运球动作。近日也是更新了 DLC 和新的匹配排位模式，玩家可以1对1、2对2、3对3和最多的4对4。但事实上，在 VR 里玩篮球游戏，直觉上就是一件很出戏的事。毕竟它不像网球、乒乓球这种拍类游戏，只要用 VR 手柄代替现实世界的球拍，就能模拟个七七八八。另外，只要你在现实里打过篮球，就知道投篮是很讲究压手腕和拨手指的，拿着 VR 手柄是无法重现那种感觉。而且这两款 VR 篮球游戏不仅仅是那种定点的投篮游戏，全都是需要 VR 玩家在游戏里运球甚至灌篮的。因此，考虑到 VR 篮球游戏本身的操作难度和 VR 玩家们的游玩空间条件限制，理论上 VR 篮球类型的游戏应该会是受众特别小才对。然而，事实数据却否定了我们的惯性认知，可见这两款 VR 篮球游戏的受欢迎程度应该是远超很多人对 VR 篮球游戏的第一印象的，当然也包括我。其实我之前在 Blacktop Hoops 刚上架的时候就给大家做过推荐试玩视频，不得不说我的判断力和眼光是相当不错的，只是它后续的发展更是远超我的预期。那接下来我就通过两款游戏的简单对比，让大家对他们有个大致了解。第一点是收费方式，两款游戏都是免费加内购的模式，除了虚拟形象、皮肤和装饰物的付费， Gym Class 要想玩 NBA 内容包是得额外付费，而且必须要升级付费 Pro 账号才能解锁更多的权限，甚至于你作为免费玩家，连虚拟形象的面部和躯干都是没有的，只有一套球衣和手掌，所以你进到游戏里跟一般平民玩家在一个场地投篮时，画面就非常的诡异。相比下来 Blacktop Hoops 游戏内的金币可以通过每日签到获取购买道具和装饰物，而且付费的也是属于单人游戏内容，新增了几个新的 AI 对手，在其他方面付费与否是没有区别的。虚拟形象的话有4个不同角色可选，你可以用签到金币购买服装、球鞋等道具来定制独属于自己的外形，这一点确实是比 Gym Class 厚道多了。对于国内的玩家，当然要知晓一下两个游戏的网络连接情况，大家看我录屏的画面，两个游戏都是这么卡，就知道是怎么个情况了。不过虽然都支持单人和多人联机游玩，但 Gym Class 如果你没有加速器，连游戏的主控式菜单都进不去。而且它的单人游戏内容只有一个陪练性质的 AI， 基本上只能说是停留在练习教程层面。如果你不能进到多人房间里，对于这款游戏来说会少了很多乐趣。而 Blacktop Hoops 是可以国内网络直连的，可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延迟，个人联机基本上也是自个找罪受。但好在它有着非常丰富的单人游戏内容啊，相当于不同难度和不同角色的 AI 球员成了你需要挑战过关的 BOSS， 在1对1的模式下就够你玩好久了。如果你在单人模式下磨练好了技术，顶着延迟跟老外单挑倒也不是什么难事了。那最重要的交互机制方面，两者的操作调教差异很大。虽然他们都没有致力于成为完全意义上的 VR 篮球模拟器游戏，但依然有非常明确的侧重点。Gym Class VR 更强调 VR 玩家通过现实动作的完全主导。简单的说，在默认设置下，球是不跟手的。因此 Gym Class 对于很多新人玩家来说，第一感受就是玩不明白。你会发现自己最基本的运球和投篮都做不好。比如，如果你试图运球，摇杆没有同步推动的话，球根本运不住。因此 Gym Class 里一般情况下没有走步的概念，你甚至可以不运球的在那里跑。游戏里虽然会有投篮角度和力度供你自己调整，但想掌握也需要很长时间的沉淀。关于扣篮方面 ，Gym Class 的滞空时间也会更接近真实世界，尤其是你的起跳动作，除了按下 A 键，还需要你在现实世界内必须完成一个深蹲向上冲起的动作。迫于空间条件，虽然你可以不跳，但必须要让克图的传感器感知到明显的高度差，才会在游戏里反馈起跳。在这里，我强烈建议大家开启主菜单右下角的自动辅助设置，这样就会让系统帮你在运球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，就不会太过吃力。
包括投篮的弧线和角度也会帮你微调的更正一些。一旦你像视频里这些老玩家一样对操作熟练的炉火纯青的话，那你甚至可以在游戏里重现现实 NBA 比赛里的经典动作。相比之下 ，Blacktop Hoops 上手则容易得多。不仅仅是它的初始引导教程做得更好，而是它的整个交互逻辑都特意为 VR 游戏做了优化，并没有强行的去贴近真实感。运球的话，只要你很自然的握住手柄，连续的做拍球动作，球会非常跟手，根本不用担心会运不住球。所以在跟人对决时，你要非常小心走步的问题。起跳的话，你只要按 A 键就行，短按可以跳投，长按就可以达到扣篮的起跳高度。只要你在投篮方式上试着去习惯拿着 VR 手柄进行压手腕的具体力度值之后，就能快速适应了。因为 Blacktop Hoops 更强调游戏的趣味性，扣篮的动作有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扣矮框的感觉，人人都可以一飞冲天，有着很高的垂直弹跳高度和滞空时间。所以说，它不仅仅从画面上看起来像以前大家玩过的街头篮球网络端流，玩起来也很像，无非就是变成了第一视角，然后就是运球需要你手动来运。虽然在两款游戏里，理论上你都可以做成大风车或者其他的高难度扣篮，但是 Blacktop Hoops 是专门请了白乔丹这种美国民间扣篮王做动作捕捉的，而且从画面的表现的效果上 ，Blacktop Hoops 无论是从运球、投篮还是扣篮，都有更自然的流畅度和张力。从作为一款游戏的定位来看，在我眼里 ，Blacktop Hoops 是绝对优于 Gym Class VR 的。有时候 VR 游戏强调对真实世界的模仿，反而会带来一种难以求全的限制，在游戏性上难免会失去创造力。但不得不说，就现状来看，两者代表完全不同取向的 VR 篮球游戏，差异化的存在让各自都在目前的 VR 一体机游戏市场有了立足之地。而这一切除了游戏开发者本身的制作能力，还有便是依靠游戏的社交性所带来的社区玩家的高度活跃，因为两款游戏在国外版抖音上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播放数据。这一点对于国内的开发者来说就要意识到，倘若你开发的这款 VR 游戏如果天生就适合来整合，或许就能在国内 VR 用户爆发的初期有着非常不错的出圈效应。因此这一点是未来所有想做 Free to Play 模式的 VR 游戏都要借鉴的成功经验。OK，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，而是要陪着 VR 成熟，落地 VR 载入圈。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投币、转发3连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